很多台灣車友常常羨慕國外買車便宜，但你知道嗎？现在德國車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泡沫化。根据最新的狀況，德國各大汽車集中廠現在堆滿了根本賣不出去的新車，即便經銷商祭出超過15000歐元，折合台幣50萬以上的超級大優惠，大家還是看都不看一眼。這裡面最燙手山芋的就是那些折合台幣破700萬的高階豪車和純電動車。另外，像是台灣之前也很紅的 Plug and Hybrids 插電式油電車，在國外平均要停在展間整整70天才動得了一台。加上現在休旅車當道，傳統的3廂房車基本上已經乏人問津，這些車廠高層整天在記者會上畫大餅賣未來概念，結果現實是車子全部死在經銷商的手裡。隨着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庫存壓力越來越大，國外車商現在真的是欲哭無淚。福斯的 ID. Buzz 在2022年發表的时候，大家都以為當年的傳奇面包車 T1 要靠電動化大復活了，結果呢，在台灣車友眼裡，它直接變成福斯電動車陣營裡最貴最慘的大翻車代表。在德國賣了快4年，累計銷量居然只有可憐的5000台。隔壁老大哥 Golf 同時間都賣破10萬台了，根本是人家的1.0頭。這台車在照片上看啊，那個復古雙色設計真的超文青超吸睛。但台灣網友去展間看過實車後，評論幾乎一面倒，大家都說這根本是一台賣情懷的智商稅車，因為引進台灣開價居然直逼240萬台幣，花了快240萬，結果它的實用性被台灣車友嫌到流涎，號稱箱型車，結果第二排坐起來居然比福斯自己的休旅車地瓜踢館還要擠。後車廂容積才1200多公升，台灣車友直接酸說，人家傳統的 T6.1 隨便一載都是你的2倍。這空間是要再心酸的哦。再來講露營咖最在意的續航力，官方宣稱有400公里，但只要天氣一冷，或是你想開上武嶺，清靜露營，上坡加上低溫，續航力直接腰斬，剩下250公里。網友笑說，這續航力我車開到山腳下就開始恐慌了，是要怎麼去露營？而且雖然它支援170瓦快充，但去超充站充個電，還是要在那邊罰站超過半小時。現在國外經銷商庫存多到急到直接現折30幾萬台幣在賣，消費者依然不當盤子。台灣網友就說了，花240萬買這台，我不如加一點去買 Toyota Alphard， 至少後座爽度高，油電又不用怕沒電。ID. Buzz 的失敗證明了光靠講情懷賣設計，在現在重視 CP 值的時代，消費者早就清醒了啦。裕隆日產在2024年終於把 Nissan Ariya 引進台灣的時候，原本想證明自己還能在電動車市場分一杯羹，結果呢，它直接變成台灣路上能見度最低、最邊緣的稀有神車。在國外，它的慘況更誇張，在德國一整季賣不到幾百台，甚至比不上某些熱銷車款1天的銷量。在路上想看到一台 Ariya， 幾率簡直跟中樂透差不多。其實這台車外形真的蠻前衛，蠻好看的，內裝也維持了日產一貫的高級沙發廠水準，技術很扎實，續航力宣稱有500公里也算夠用。但重點來了，根本沒人想買单。為什麼？因為 Nissan 過去幾年給台灣人的印象就是老氣，節奏慢半拍。想當年最早的電動車 Leaf 續航悲劇直接淡出市場，主力休旅 Kicks Trail 又一直在擠牙膏。到了純電時代，大家對 Nissan 的信仰早就快充不值錢了。再來看看價格，台灣 Ariya 高規雙馬達4驅版開價要將近190萬台幣。台灣網友一看到這價格，直接集體破防，紛紛留言開酸，花快190萬，我幹嘛不買特斯拉 Model Y， 或者去買配備給滿、充電超快、保固又長的現代 Ioniq 5或 Kia EV6。相比之下 ，Ariya 那個130瓦的快充速度，在台灣超充站真的会被韓國車隊笑死。现在國外經銷商的 Ariya 多到只能在停車場曬太陽，原廠又是降價，又是送延長保固，又是推超便宜租賃方案，大家還是看都不看一眼。Ariya 其實不差，它錯就錯在太過中規中矩。在現在這個神仙打架的電動 SUV 市場裡，當你沒有特斯拉的科技光環，又沒有韓國車的超高 CP 值和 800V 快充，光靠一張日系沙發，消費者是不會當盤子的。保時捷的 Taycan 剛發表的時候被捧成是熱血車迷的純電救星，結果呢，現在國外經銷商那邊有將近2000台全新的 Taycan 根本賣不掉，直接在停車場大曬太陽。以前買保時捷是要排隊，要配備選滿才拿得到車，現在倒好，銷售量直接雪崩，車子卡在展間動都不動。最讓車主崩潰的是什麼？是恐怖的折舊。现在 Taycan 在中古車市場開出廠1年直接現虧台幣70到100萬，簡直跟跳樓沒兩樣。
連平常高高在上的保时捷原廠都不得不承認，現在車子真的很難賣。到底出什麼問題？說白了就是價格太膨脹，把大家都當盤子割。在台灣，一台基本款 Taycan 半倒好就要400多萬，隨便選個配備直接衝破600、700萬。這個價位，就算是有錢的少年董仔看了都會縮手。而且新改款的車型一出來，舊款車主的殘值直接被當韭菜割，一落地就現賠一台國產車。再來講實用性，官方宣稱450公里的續航力，在台灣如果夏天冷氣開強一點，或是冬天開去高山上，實測直接縮水剩300公里出頭。想跑遠一點，還要隨時擔心有沒有充電樁，開起來壓力山大。雖然號稱支援250瓦快充，但全台灣大部分的公共充電樁根本沒那麼快，很多只有150瓦，你還是得在現場罰站。現在國外業務為了銷庫存，直接現折台幣50幾萬在賣，但大家心裡都有陰影了，根本沒人敢接盤。這台純電保時捷完美證明了一件事，管你盾牌徽章有多神，到了電動車的世界，一樣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啦。BMW 的 X5 XDR 45億，以前在國外可是商務人士最愛的插電式油電神車，結果呢，現在直接變成展間的超級庫存王。新車卡在展示中心平均要停70天才賣得掉。以前大家买它是因为國外政府有給節能減稅的補助，現在國外補助一收掉，這台 SUV 的銷量直接雪崩。平均放2個多月都動不了一台，賣得比傳統的柴油跟汽油版還要慘。更慘的是，中古車價開出廠1年直接先跌個台幣20萬起跳，車商收車的價格更是低到讓人想哭。其實這台車的定位在現在看來真的很過時，3.0升引擎加上電動馬達，綜效馬力看起來接近400匹，很威猛，但實際開起來根本就是個四不像的妥協產物。在台灣，這台車當年新車開價也是直逼400萬台幣。官方宣稱純電續航有85公里，但在台灣這種走走停停的塞車路段，加上夏天冷氣一開，實測直接縮水到剩50公里。最厲害的來了，只要電池一沒電，你等於開着一台重達2噸半的大胖子在路上跑，油耗直接飆破1公升10公里以下。台灣網友開酸說，又要保養引擎，又要擔心電池壞掉，結果沒電的時候比汽油車還要耗油，這算盤到底怎麼打的？現在國外經銷商為了清庫存，直接現折新台幣50幾萬在賣，原廠也急着推各種優惠，但消費者早就清醒了。X5 45億的慘況證明了一件事兒，這種插電式油電車一旦沒有了政策補助，就直接被打回原形。在重視 CFP 值的時代，真的沒人想當這種油電過渡期的白老鼠啦。Opel 的 Zafira Life 原本是原廠想把商用貨車轉型成豪華商旅的代表作，結果呢，他直接一腳踩進了最尷尬的泥潭。以前 Zafira 在台灣好歹也是正統德系不顯胖的家庭7人座，但現在這台 Zafira Life 說白了，它看起來就像開去工地的發財車，開起來像貨車，但原廠卻想賣你 SUV 的價格，在國外開價超過4萬歐元，引進台灣那價格肯定也是破100萬。結果現在根本沒人想當盤子，因為全台灣的 MPV 跟廂型車市場快被休旅車 SUV 淹沒了。台灣爸爸現在買車寧可選那種視野高、看起來帥氣的 SUV。也不想買一台長得像機場接送的面包車。就算 Zafira Life 給到9個座位，後車廂大到可以塞下2500公升的行李，空間利用率再高，最後還是輸給了台灣人的面子。問題，就算它搭載 1.5 或 2.0 的柴油引擎，省油耐操技術很扎實，但在台灣根本沒人想多看一眼。現在國外的經銷商庫存堆到爆，原廠急到直接現折台幣20幾萬在賣，各種低利率貸款滿天飛，大家還是不買單。更慘的是中古車價開個3年直接腰斬，殘值剩不到一半，賠得比隔壁棚的 SUV 還要慘。這台車完美的證明了一件事兒，它不是車做不好，而是現在的爸爸們真的不想開一台看起来像去載貨的高級發財車載全家人出門啦。Peugeot 的508當年大改款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法系車終於要重新定義中大型房車的美學了。結果呢，它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外表滿分，內在得分低的偏科生。這台車從2018年賣到現在，最讓人頭痛的就是它那令人匪夷所思的空間設計，車長快要4.8米，結果後車廂容積才440多公升。台灣車友直接酸說，比一台北市到處可見的 Golf 掀背車還要小。這到底是什麼巫術？雖然那個超流線、超帥的斜背車頂看起來跑格十足，但直接犧牲掉的就是後座乘客的頭部空間。長得高的朋友坐進去直接頂到天棚，壓迫感重到像在坐跑車。在國外，它的銷量可以用慘死來形容。隔壁棚的福斯 Passat 或 Skoda Superb 賣得嚇嚇叫，508在德國一整季才賣幾百台，根本被對手壓在地上摩擦。最勸退的絕對是價格。在台灣，總代理知道房車沒市場，只引進了旅行車版的508 SW， 但開價非常高貴，基本款就要170。
180萬，高規版更是突破200萬大關。台灣網友看到這價格，直接在論壇開酸，花快200萬買一台1.6升馬力普通的冷門車。我不如去買 Skoda Superb Combi， 空間大到能躺平，配備還給满，或者是直接直上双 B 旅行車。现在国外經銷商的庫存車多到爆，平均要在展間罰站超過100天才動得了一台。就算國外原廠又是降價又是給優惠，大家還是看都不看一眼。為什麼？因為這台車的中古殘值極度悲劇，開個3年直接打4折，價值現虧60%。508的下場向市場證明了一件事，光靠法式美學，光靠長得帥，在消費者注重實用跟保值率的現實世界裡，是真的行不通的啦。Alfa Romeo 的 朱莉亞外形美到窒息，操控犀利到爆，引擎聲浪更是好听到讓人懷孕，但現實很殘酷，它的銷量只能用災難來形容。這台車從2016年發表到現在，在國外從來就沒贏過 BMW 3系列、賓士 C-Class 或奧迪 A 飛。我們看德國的數據，一整季人家 BMW 3系列可以賣2萬多台，朱莉亞卻連人家的零頭都不到，直接在市場上變邊緣人。為什麼？因為消費者對意大利車的信任度早就破產了。國外如此，在台灣更慘，因為台灣目前根本沒有總代理，你想買只能找外匯車商。台灣網友常常在 PTT 開玩笑說，愛快羅密歐不是在維修廠，就是在去維修廠的路上。雖然它有着完美的50:50配重，頂規 Quadrifoglio 版，還有高達510匹的法拉利血統馬力，開起來爽度破表。但一談到養車，大家馬上秒清醒。在台灣，這台車外匯辦到好，起碼也是200萬台幣起跳，比同級的 BMW 3系列還要貴。重點是，全台灣會修這台車的民間外廠少之又少。一旦環保塑料、環保材質開花，電子系統亮燈，或者車禍要等外匯零件，你那台漂亮的朱莉亞就只能在修車廠罰站等料等半年。現在國外經銷商庫存多到爆，急到直接現折新台幣30幾萬再賣，大家還是不敢接盤，因為它的中古殘值簡直是無底洞，開個3年直接蒸發60%以上。朱莉亞的悲劇完美證明了一件事，意大利人確實會造讓人心跳加速的尤物，但在保值率、妥善率和維修據點這3座大山面前，情懷終究是敵不過現實的啦。法系高端品牌 DS 的 DS7 Crossback 當年登場的時候，號稱是來自巴黎的移動精品。結果呢，它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精裝版高貴孤兒。這台休旅車從2017年賣到現在，最慘的不是車做的不好，而是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個品牌。它是當年標致雪鐵龍集團為了打入高階市場硬擠出來的。結果到現在，台灣路人看到那個廠徽都還會問：這大寫的 DS 到底是哪一國的山寨車？在國外的銷量更是死成一片，一整季在德國才賣250台，連剛進歐洲的中國新品牌都打不過，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其實骨子裡這台車的底盤和技術是跟保時3008、5008共用的，技術非常成熟。最厲害的是內裝，滿滿的菱格紋皮革、Alcantara 麂皮，還有法國奢華鐘錶等級的時鐘，組裝工藝完全不輸雙 B。但很遺憾，這一切在現實面前屁用都沒有。買豪華車，台灣人最在意的就是品牌、面子跟歷史光環。在台灣，這台車當年開價高達200多萬台幣。台灣網友一看到這兒，價格直接吐血開酸，花200萬買一台沒人認得的法國車。我腦袋進水才不買 Lexus NX， 或者是捏一點直上賓士 GLC BMW X3， 開出去起碼岳父點頭，隔壁鄰居知道你發財。沒名氣的下場就是新車直接在展間罰站超過100天都賣不掉，原廠急到骨折，價錢亂砍，消費者還是不當盤子。因為這台車的二手殘值是世界級的恐怖，開個2年直接打4折，現虧60%。DS7 的大翻車證明了一件事，想賣豪華車，光靠好技術跟花俏的內裝是不夠的。沒有神主牌信仰，沒有品牌光環，消費者是絕對不會掏錢當白老鼠的啦。雷諾的 Talisman 在2016年發表的時候，號稱是法系旗艦的最後希望，結果在2022年就默默停產，死得無聲無息。但好笑的是，在二手車網站上，這台車至今還像幽靈一樣陰魂不散。當年它在國外從頭到尾都被德國對手壓在地上摩擦，最輝煌的一年在德國也才賣個3000台，連人家福斯 Passat 或 Skoda Superb 的零頭都不到。現在呢，國外的中古車商看到這台車腦袋就大，一台開了3年、里程10萬公里的 Talisman， 現在收購價居然連台幣20萬都不到，殘值直接驚悚雪崩，你敢信嗎？當年新車在國外折合台幣要賣110幾萬，結果才開3年，殘值直接跌破剩不到30萬，價值瞬間蒸發超過70%。
台灣網友看到這兒，跌幅直接驚呆，這不是折舊，這是直接財產縮水吧？買這台的人是家裡有礦嗎？其實這台車骨子裡不差，要引擎有引擎，旅行車版的後車廂還有600多公升，空間很大。但很現實的是，雷諾在中大型房車市场早就沒有話語權了。在台灣，因為雷諾早就退出台灣市場，這車引進台灣只能當外匯孤兒車。台灣車友在論壇上聊到這台，反應一律是買這台出車禍你就完蛋了，隨便一根保險桿。一盞大燈都要從歐洲訂等空運等3個月，更別提全台灣根本找不到幾間外廠會修。這也難怪現在連中古車商都拒收這台車，消費者寧可去買妥善率高、零件好找的 Passat 或者是 Skoda 超級鳥 Superb。Talisman 的悲劇完美證明了一件事，有些車在它還沒正式發光發熱之前，就注定已經死在沙灘上了啦。賓士的 EQS SUV 當初登場，原本想定義什麼叫純電休旅的奢華天花板，結果呢，它直接變成盤子價的代名詞。這台旗艦純電休旅在台灣基本款開價就要600多萬台幣，如果選配稍微點一下，直接衝破800萬，甚至逼近900萬。這種天文數字，連台灣那些不缺錢的老板和少年董仔看了都直摇頭，花了快800-900萬，結果買到一台沒有大排氣量引擎聲浪。長途續航充滿不確定性，而且外形被台灣網友酸爆，長得像一塊大肥皂的車，這開出去哪裡有傳統 S-Class 的霸氣？這也難怪它的銷售量慘不忍睹。大家看數據，它在德國一整季賣不到幾百台，而最讓曾經買家集體破防的是它那堪稱災難等級的折舊率。這種800萬級的科技豪車開出廠僅僅1年，中古車價直接原地蒸發30%到40%，等於1年直接虧掉一台賓士 C-Class 的新車價。台灣網友開酸說，這跌幅不是割韭菜，這是直接把有錢人當大型收割機在開啊！雖然它號稱續航力有700公里，但在台灣夏天冷氣開最強，或者開上清境爬坡，實測直接縮水到剩500公里出頭，更別提它最引以為傲、貫穿整個中控台的 Hyperscreen 3聯熒幕，科技感確實拉滿，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選單和複雜的觸控科技，直接把一堆習慣配司機的後座大老板們弄到當場崩潰，根本不會用。現在國外展示中心的 EQS SUV 多到在停車場發霉，原廠又是大降價，又是送延長保固，大家還是不敢接盤。這台純電大老板座駕完美證明了一件事，管你三芒星的光環有多神，到了電動車的世界一樣有價格天花板。當一台豪車少了一落地就能開個10年的耐操跟保值，那800萬真的沒人想當冤大頭了。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你對這台800萬的純電大肥皂有什麼看法？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哦。